你们来的正好，来吃蛋糕，吃蛋糕。今天谁生日啊？庆祝二姐升职啊！真的啊，二姐，恭喜你喽！谢谢啊，玲姐恭喜！谢谢。哎，对了，熊哥那份计划书放在哪里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在大姐的房间，你问来干嘛？哎，过去坐啊。哦，这份计划书呢是熊哥大家心血。熊哥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帮大姐争取回大理选。现在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我想帮他完成这份心愿哦。你想拿计划书去韩国找金先生啊？没错，三姐，那谁陪你去啊？你三姐夫喽。三姐夫，你们要去韩国啊？是啊，上次啊跟你三姐啊到韩国动物医院，没让她尽兴，这一次趁这个机会补回。谁叫你啊，一到韩国就发高烧，结果我们什么地方都没去。对啊，他们上次还怀疑三姐夫中沙子。燕燕呐，这一次是你2度蜜月，一定要玩得开心一点啊。当然啦。玲玲啊，以后我们结婚也到韩国度蜜月啊。你自己去啦。哎呦，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啊？那大家一起去啊，人多比较热闹。是啊。四姐啊，人家都双双对对的，你去做什么啊？五妹啊，你可以叫你的忠诚要去的吗？谁是钟成耀？啊，你们不知道？忠诚要就是我去那个。帮你拿计划书啊。哎，讲嘛，拿什么计划书的？哦，OK。不要捉弄他。燕燕呐，你们几时走？哦，我们跟金先生联络上了，明天下午就走。明天那么快？不能再耽误了。对了，你们想买什么吗？我们帮你们带啊。哎呀，不用啊，你们玩得开心点就好了嘛，哈。对呀，最重要是把好消息带回来。没问题。来，喝茶吧。哎，谢谢，客气。对了，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杨雄的病情怎么都没有好转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现在全靠他自己了。啊？你没看到他在病床上半死不活吗？靠他自己行不行啊？那就要看他的生命力够不够强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生命力够强的话，潜在的意志力就能发挥作用，也许就会有奇迹出现。你越说，我越听不懂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有股强烈的力量支撑着他，把他的生命力完全激发出来，就可以打胜这场仗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说的那股力量是婉婉，对不对？也许是吧。你怎么对自己没有信心呢？其实啊，不只是杨雄一个人在打这场战，也包括了你和婉婉，对不对？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？本来呀，你是稳操胜券的，谁知道杨雄替婉婉挡了这刀，却把整个局势啊扭转过来。我看你是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。不管这次杨雄能不能醒过来，这对你们3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你心里啊，其实很害怕，对不对？我害怕什么？你害怕婉婉做出的决定是选择了杨雄，而不是你。不管他选择的是谁，我都会尊重他的决定的。要是我是婉婉，我也觉得很为难。一个有情，一个有义，真的是伤脑筋啊。你回去休息吧，换我来照顾他。不用了，我不累。难道你想一直这样下去？如果他醒不了，你就不跟诺文结婚，打算留在这里一直照顾他？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想要问我这个问题呢？因为我们关心你。如果你觉得很为难，做不出决定，好不好听我说几句话？为了你的幸福，你是应该跟诺文结婚的。他为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不能够就这样丢下他不管的。那你有没有想想诺文的感受？你们的婚期已经定了，婚礼又在筹备中，
如果你不跟他结婚的话，我都没有说不跟他结婚，问题是时间方面可能要延后一点。我知道你是放不下他，婉婉，有时候啊，做人要自私一点，多为自己着想一下。有些事情呢，不是说要放下就能够放得下的，尤其是在人家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不可以放下不管啊。他替你挨这一刀啊，总算是值得的。没有所谓值不值得，像他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。他不顾一切的保护你，那是因为他深爱着你。哎，我不说了，再说就啰嗦了。要不要给诺维一个交代？你自己决定吧，啊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我是说杨兄的事。对不起啊，诺文。干嘛说对不起呢？我想，我们还是把婚期延迟一点比较好。可是我们的酒席已经定了。这些都不重要。你不会怪我吧？等这些都过去了，在没有负担、开开心心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再举行。杨雄啊，我来看你啦。你呀，真的是害死人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婉婉为了你呀，把自己的婚期啊都延后了。你要是一天不醒过来啊，她就不能安心去结婚。哎，要是你一辈子都醒不过来，那她不是一辈子都不用结婚？喂，拜托你呀，为了婉婉的幸福，你不要再睡觉好不好？喂。你不要再像上次一样装死好不好？你醒醒啊！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，我是林金彩呀！你也醒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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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醒你！哎，杨兄，你醒了，好，我去叫医生啊！哎呀，不用，我今天早上就醒了吗？什么？你早就醒了？你刚才还装死？我哪有？我是因为吃了药。我去通知婉婉。哎，不要！为什么？哎呀，我现在这样丑。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想学电视剧的剧情，装死来考验婉婉对你的感情？切，我才没有你这样无聊。你还不承认？你明知道你争不过那个方诺文，所以就使出最后一招。你说什么你？你不要假啦！你一定是等婉婉来看你跟你说话的时候呢，你就偷偷酝酿感情，然后呢，眼角就偷偷流出一滴眼泪。婉婉看见了，就百感交集，叫着你名字，杨雄，你醒醒啊！你听见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你睁开眼睛看我，看我。然后呢，你慢慢把眼睛睁开，流着眼泪的眼睛，恍如隔世的表情，对婉婉说：“小婉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婉婉感动地扑向你的怀抱，然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大团圆结局，对不对？切，你以为真的在演戏咩？切，你以为你这样做会打动婉婉咩？那你说够了没有你？杨雄，感情不是靠演戏骗回来的，感情讲的是真心真意啊！你对婉婉是不是真心真意？婉婉心里有数，你不用使出这种烂招数。切，我会用这种烂招。
姐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金先生看到我们的计划书之后呢，非常满意，答应把代理权交回给你。那这是新的合约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燕燕，我一定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杨琼的。三姐，你好厉害啊！对呀，燕燕辛苦你啦。我当然辛苦啦。为了让金先生看到我们计划书啊，我陪了他喝50碗人参汤，还有30碗泡菜啊。现在肚子里面啊，不是人参汤就是泡菜。好，那你的功劳最大喽。那当然了。我也有份啊。你什么功劳啊？那我又做你跟班，又做你保镖，单单提着这些礼物已经够重了。来分礼物了，婉婉大姐的。哦，谢玲玲谢，二姐哇，又有礼物我了。的。对了，这份呢是给熊哥的。你给他也没有用啊，他还是昏迷不醒啊。那你先帮他收着吧，等他醒来之后再给他。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。麻烦你给我一杯白开水好吗？不是夏乔，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真的不要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，杨兄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燕燕已经从韩国取回代理权了。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一定会永远记在心里的。感动嘞！你快点醒过来吧！你不醒过来，谁来帮我把生意撑下去啊？我现在才知道，没有你是不行的。现在就是表现的时候了。我需要你，在我事业有困难的时候拉我一把。我要你快点醒过来。怎么这个时候眼泪不来呢？我要你这是紧要关头啊！哎，糟了，不行！我要你来参加我跟诺文的婚礼。杨雄，你有反应啊？你听到我跟你说的话？我只知道你一定会听到的。杨雄，那你快点张开你的眼睛看着我。小婉，杨雄，你醒了。我以为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你了。你醒过来就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剧情是一样，为什么感觉却是不一样？杨雄，小婉，杨雄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太好了。喂，喂，诺文啊，是我啊，雨洁。哎，雨洁，你好吗？还不错啦，你呢？你一定是忙坏了吧？哎，婚礼筹备怎么样啦？什么时候跟婉婉来澳洲度蜜月啊？喂，诺文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。快当新郎官了，心情一定很紧张，是不是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我约了男朋友要看电影，我们保持联络 ，OK？ 拜拜。啊，拜拜。进来。姐啊，干嘛一直躲在房间里？我
煮了红豆汤啊，出来喝吧。我没有胃口啊，你们喝咯。哎呀，有什么事等一下再想。走啦，出去喝红豆汤啦。走呀。怎么？我煮了一大锅啊。走啦。金彩哥，你帮我看一下还有谁我漏了些。好，石头鱼、来香嫂、菜头酥、豆芽嫂。哦，少了姑妈。啊，大姐，姑妈也要请吗？要，当然要啦！大家都是街坊嘛，如果没有请她，人家还以为我们是种族歧视。那卖 Rocky Brother 的也要请啊？要，当然要啦！那酒席不是要准备马来餐跟印度餐，会不会很麻烦啊？哎呀，一点都不麻烦，只要交代酒楼医生啊，他们就会办得妥妥当当的，我们不用操心的。喂，你们不要再吵啦。姐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随便啊。妈妈阿姨啊，你要结婚了，为什么不开心啊？因为我舍不得你吗？那你可以叫方医生搬过来跟我们住吗？怎么行呢？婉婉阿姨跟范医生结婚之后，要组织自己的家庭，要搬出去的。哈，那以后你和书豪叔叔结婚，如果阿姨要结婚，那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怎么办啊？你不用担心，还有我陪你啊。我才不要啊！我也要结婚，也有自己家庭啊。那我就跟你结婚，我们一起组织家庭。爷爷，我才不要啊！我宁愿去托儿所，也不要跟你结婚。哇！怎么样？收拾好了，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，我早收拾好了。现在我就等金彩来接我。我来也一样啊。你不想我接你出院咩？当然不是啦，小婉，有你接我出院当然是最好。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帮你拿药。等我啊。哦。只要你一天不戴上婚纱，我就还有希望。哎，杨雄昨天出院，你跟他交情那么好，为什么没有去接他？哎，有婉婉在啊，难道我去当电灯泡啊？哎，那他知道婉婉要结婚的事吗？大家都不提，应该不知道吧？哇，那真的为难婉婉了。他为了怕杨雄受到伤害，连结婚的事情也要这么低调处理啊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啊，要是他知道婉婉的婚期如期举行啊，不知道受得了吗？这次试的比上一次更窄了一点哦。是吗？没关系，稍微改一改就行了。那好，麻烦你了。不客气。小婉，喂，你做梦你？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要跟诺文结婚？你这样决定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？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的婚期已经定了，况且我现在试婚纱了吗？婚期定了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想清楚了没有？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真的很感激你。我不要你感激我，我要你嫁给我。放手啦，你做梦！我不放，除非你说你心里没有我啊！你放手啦！小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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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跑啦！小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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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喂，你
做什么？很多人在看，快点起来！我对你的爱你是知道的。你起来啦，起来啦！我只需要你对你自己的决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不希望你将来会后悔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跟你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吗？你不要跟我说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那为什么我受伤的时候，你照顾我的时候一点都不勉强？我完全能够感受到你对我的爱的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好不好？小婉，我希望你不要欺骗你自己。如果你的心是真的爱我的话，那你就应该嫁给我啊！你不要再一厢情愿了。什么？一厢情愿？你说我一厢情愿？原来这些年我为你做的都是一厢情愿。如果我是一厢情愿的话，那我还真的希望我这一次真的能够昏迷不醒，因为醒来接受这样的结果真的是太痛苦了。小婉，你没有听见我心碎的声音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失去你是这样辛苦的。杨雄，喂，小青青呐？啊，有，她在房间，你等一下哦。叶青，你的电话。妈，谁打电话找青青啊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别挡住我看电视。那就算了，我们没有缘分吧。什么？那我救过那么多人，他们跟我一定很有缘分。说不定我前世被他们救过，今世轮到我来救他们。 Hello， 我好了，你不要催嘛。你在哪里等我？哦，知道了。好，我现在出门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妈，我有点事先出去了。我下一步回来吃饭。饭我已经煮好了，你肚子饿就拿来吃啊。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晶晶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听我解释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回来，我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要照顾妈。等妈的病好了之后，我就跟你离婚。晶晶啊，你可以坐下来嘛，不要这么紧张。我们是来签约啊，不是来相亲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紧张。你放心，等一下我会帮你仔细看那个合约的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
我不是怕钱老伯骗我，我是怕等一下会有很多人看，我就会紧张。你每天卖鸡饭要面对很多人，又不见得你紧张。那个不一样，他们都跟我一样随便，可是这里的人都穿得那么漂亮。晶晶啊，你今天也很漂亮啊。真的啊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有你自己的实力的，不会比任何人差，要不然钱老伯也不会找你合作啦，对不对？嗯。金英小姐你好，请你们2位跟我来。请进，2位请稍后，我老板很快就来，请坐。哇，二姐啊，这间房间好大。当然啦，这是开会的地方，当然大咯。以后呢，你会跟钱老伯在这里开会的。真的啊？嗯，怎么样？现在还会紧张？当然不会啦，都没有别的人。以后开会的时候呢，会有很多人的，也不用紧张。有意见就提出来，没有意见就听人家说，吸收多一点经验，不用怕的，知道吗？啊。对不起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让我介绍我老板于先生。晶晶，小新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啊。怎么会是你啊？不是钱先生吗？我是在上个月刚加入钱氏集团，接管这里的一切业务。那他人呢？他和家人去环游世界了。欢迎你加入钱氏集团。想不通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我是搞电脑出身的，为什么会加入食品业？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钱先生的一通电话。钱先生？对，就是钱传富先生。他很有诚意地邀请我加入这家公司。哦。可是，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他要这么做。你没有问他吗？我也不明白。不过，现在我明白了。晶晶，小心。这里很难等得势的，不如我送你一程吧。怎么了？上车吧。女人最漂亮的时候啊，就是穿上婚纱的那一刻吗？那好，我一定要当新娘子。你现在不是个小新娘了吗？小新娘子啊你！阿姨，来。哒哒哒哒。
姐，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不要这样，会弄花你的妆的。素萍，难得大家都在，拍照吧啊！来，拍照，拍照。嘿，哎呦，两个靠近一点嘛。对了对了，1、2、3。小婉，诺文啊，时间还早，不用那么紧张，坐下来休息吧。不用，你坐，你坐。姐啊，你准备一下，车子要来了，我去催燕他们，等一下来叫你。喂，小婉，恭喜你了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要走了，所以不能够参加你的婚礼。你要走？你要走去哪里？不知道，走到哪算哪里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也许一辈子也不回来了。小婉，如果你想清楚，真的要我留下的话，我就不走。小婉。小婉，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我都会祝福你的。你的幸福和快乐，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喂，这么小婉，我问你做梦才对呀！你偷偷摸摸的躲在这里呀，不知道的人呐，还以为你想做什么。你怕我来破坏你的婚礼咩？我才不怕你来破坏。你当然不怕啦，我跪下来哭着求你都没用，我还能够做些什么？所以只有在这里默默祝福你咯。结婚很见不得人咩？你要恭喜我，不是大方一点哦。是你一直嫌我烦的吗？说什么见到我就想吐。今天是你大喜日子，所以我就躲起来，不要破坏你的心情咯。真是给你气死了。是啊是啊，以前你是很烦很讨厌，不过你现在是越看越可爱，可以吗？你这跟我说可以有什么用？你选的又不是我。你是男人的话，你不要动不动就哭吗？对哦，我应该开心才对哦。虽然新郎不是我，可是我也应该为你找到好归宿而高兴嘛，对不对？恭喜你，小婉。谢谢你啊。那做人家的老婆，要温柔一点，不要老是发脾气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像我这样忍你、任你打、任你骂的，知道吗？好啦，你真的很恶心哎！我说的是真的吗？那有谁比我更体贴你？你看，又在为自己打广告了。
哎呀，人家是为你好嘛。那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们2个要生小孩子的话，就赶快。你现在是高龄产妇，如果怀孕，记得去做羊水检查。是啦，我忘了你嫁的是医生，人家皇帝不急，我是太监，急什么啊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说下去就没完没了了。你现在才知道自己很长气哈你。好了啦，我不说了啦，我走了啦，不然我的飞机要飞了。哎，你到底要去哪里啊？疗伤咯。我是怕我留下来会情不自禁的去找你。以前追求你的时候，对你死缠烂打还算是情趣，可是如果现在我还是这样的话，成什么体统，对不对？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当我想到你嫁给别人心而不痛的时候，就回来了。不然的话，我这一辈子就在外面漂泊，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这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哎呀，你不用管我啦，你还是管你的方医生，他一定等得很急了。你去结你的婚吧啊！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那你保重啊。放心好了，小婉，我不会再来烦你的了。记得啊，一定要找到你的幸福哦。拜拜。他们来了。哦，恭喜恭喜，诺文。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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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坐请坐请坐。方医生，恭喜恭喜啊！我要改名叫姐夫了，恭喜恭喜！非常谢谢你啊！哎，这边坐。哎，怎么还没到啊？哎，你看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，杨洋，幸好来得及回来当你的伴郎，谢谢你啊。小婉，我希望你不要欺骗你自己。如果你的心是真的爱我的话，那你就应该嫁给我。我帮你并没有附带任何条件。小婉，你没有听见我心碎的声音。对不起，请你停车好吗？如果你想清楚，真的要我留下的话，我就不走。长长的路，长长地走着，走了多久，已不记得。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？想了很久，我已经累了。最初的。最近的捉拿，不是说好了说好的，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了？说真的，快不快乐如何？这不是你的，是我的，到后来也不会是永远的，路还是要走的。不管天气是怎样的风景。你答应我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就是在帮我。祝福你。文婉，如果你觉得累的话，我的肩膀是让你靠的。祝福了。
柔柔啊，有没有银角？哦。正面就去教堂，反面就去机场。不要错过，它永远不能解决问题。希望就做，别再多说。